蒋万安、卢秀燕今天到立法院党团合体，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呢，我们把这个有问题的油送到总统官邸，送到行政院长官邸，照三餐你们要吃吗？你们都说没问题，你们吃不吃？卢秀燕说，中央有些人就是癌细胞。这个讲说得好。那另外呢，卓荣泰，我觉得卓荣泰脑子有问题，卓荣泰那个逻辑有问题。他说明天游行，对不对？这个食安游行，卓荣泰说，我比较关心昨天晚上的海上台风警报。我听不太懂就是说你可以都关心嘛，你只能关心你卓荣泰的所有的智慧啊，你聪明才只能关心一件事情嘛。你到立法院说我来专案报告，我就不能道歉，因为我是来报告的。我现在就关心海上台风，当然海上台风大家是关切了，也关心，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关心明天的食安的这个群众运动吗？这有什么冲突呢？他好像我同时只能做一件事，2件事我都不能做，这很奇怪啊。那你理论上讲，你行政院长是日理万机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每天只能干一件事情。好，卢秀燕说他是宁严勿松，所以呢不鼓励使用重新上架的油啊。那另外呢，民进党人说，你们都把问题推给中央了，地方那我们民进党不会推给地方，怎么不会推给地方？你一来就讲是地方啊，民进党真是没有推给地方，都在推给地方，没有推给地方，这讲些什么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台湾的这个725呢，如果不上街头，就把自己的命当成是烂命一条，就不重自己的命。民进党说他像愤怒的公鸡那另外呢，朱立伦的人马也上街头了，因为他原来那个莱尔校长这些人马通通站出来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看一下，院长下台，没有真相，没有真相，不准上架，不准上架，725不食安，全民上海报。蓝白党团一字排开怒后，台北上蒋万安、台中上卢秀燕、基隆上谢国良来到立院集结，要催出725反毒油最大能量。赖清德不用道歉，卓荣泰不用下台吗？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总统的官邸，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但食药署公布首批可重新上架产品清单，泰山福茂福寿3家业者共501项产品可重新上架，就遭质疑是否卫福部开绿灯，卢蒋也抵制到底。绝大多数蓝绿的地方政府都反对，那但是呢，中央还是希望能够开放重新上架为什么？谁在包庇？谁是门神？可是比致癌有更严重的是，中央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这些决策荒腔走板不是偶然。在没有厘清真相之前，我们坚拒任何恢复上架的动作。不过这场725前记者会，卢蒋2大蓝营共主回娘家，倒是没有跟立院龙头韩国瑜碰头。这样怎么看？今天蒋万安市长跟卢秀燕市长都特别来到立法院。而这记者会原本有邀约2大党主席，但黄国昌有事，郑丽文则是前一天说会到场，但传出因为怕会有一党领政之感，临时取消。要聚集725动能，蓝白所有动作当然都要小心翼翼。蒋万安讲的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说到底这批油它到底的原因在哪里现在只是说专家茶厂是说，因为它中联呢，他们把那个热损率从0.5%提高到5%，就提高到了10倍，这也只是疑似而已他们还并没有确知，就说只是因为这一批2025年开始，他把热损率提高，所以产生了这个苯醛比超标。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要19批，然后现在又再增加，已经到500多项了通通能够上架的时候，到底标准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说其他的不会产生问题呢？而且非常的讽刺的是说，因为那时候专家告诉我们，是因为在这个热损率嘛所以这个大豆黄豆呢，在制成的过程中，因为它糙灰搭所以说又用化学溶剂溶出等等，可是冷压的油也产生问题。刚刚赵先生说，是因为它在制成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经过高温？所以在一个如何产生超标的
本田比都不清楚的情之下，你怎么能够让大家安心吃呢？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所有出席，然后今天呢来去号召说啊都没有问题啊这些的专家来讲，哎，你们怎么好意思出来啊？我真的觉得说，你们真是拿你们的这个专业。来为这样子的一个到目前为止还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政府背书，真的是值得吗？我点一两位啊，他们的说辞，大家听一听，看那个逻辑是不是很有问题。台湾营养学会食品委员会召集人夏诗敏他说，油脂是人体的必要元素，哈，所以呢，扁盆比呢是跟高温有关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要避免第一个吃。烧烤焦黑物哈，远离烟害。然后呢，尽量采用不会产生苯醛比的水煮清蒸的烹调方式。就是不要用油啊！所有餐厅都打烊了。对，那问题是说，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出在油啊，所以你建议我们的这种方式。有跟这个政府现在解决的，让这些的合格产品，上来，让大家能够安心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疑虑吗？所以很奇怪。然后呢，这位夏诗敏呢，他要我们不要误信坊间的偏方，好，或者是猛灌清水，这是在打脸谁呢？是在打脸陈建仁吧？是不是？好，所以没有用。他说苯醛比呢没有解毒剂，好，最好的防癌饮食是均衡饮食。谁不知道呢？对，多摄取蔬菜水果，提升免疫力，这谁不知道呢？然后这个长庚医院的长庚医院的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敏他说。哎呀，我们现在呢上架的这个501以下产品呢，都是苯醛比的浓度低于2ppb， 哈，所以呢，大家没有关系，不要紧张哈。他说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如果你不幸吃到的话，好，那你建议多吃蔬果来帮助代谢，好，建议用不同的油品，他们都不会直接致癌。废话，真是废话。我们当然都知道它不会直接致癌啊。如果它能够直接致癌的话，今天的问题就是刑法要来处置。所以我觉得这专家讲这些话，好意思，就是你怎么对得起你的专业良心呢？屁话。低温炒菜可用橄榄油，高温烹调建议选用起烟点较高的棕榈油。请问这个严宗海主任啊，他真的是在这个专家学界里面，他有他一定的地位啦，哈。但是呢，您今天跟我们做的这样的解释，有解决大家的疑虑吗？来，秘书长，其实几个套路啦，他一群人出来吃给大家看嘛。好，刚刚休息时间讲说，应该我要公开呼吁文化总会应该全国大办桌，把这个内阁的阁员通通抓出来吃东西。第一个，第二个，今天下午3点。他叫这个泰山的董事长、福寿的董事长跟福茂的董事长3个人出来道歉。6月30号搞到现在7月24号，叫这3位董事长出来道歉，要道歉找道歉的，不是他们不能道歉。其实说穿了，其实整个民进党政府，他现在在做的其实不是解决油品本身的问题，他是为了解决明天的游行。他试图用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攻势去压制明天的游行。好，所以你看，有人出来吃东西，然后这个董事长出来道歉，好，但事实上他试图引导的是说这个近乎龙博关系，好，这个都是这些厂商，然后呢，这些油也不会有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就是说，到底是谁把我们逼上梁山？这1个月以来，说法一变再变，从20%说没关系，然后呢，从食药署一直到卫福部，然后你看卓荣泰院长那个样子。你越是这样，明天就应该要站出来了，要不然这个政府不好意思讲粗话啦，就比较文雅的，一看你就没的啦，你嘛是就倒我，对不对？对不对？你再怎么喝，你还是要投民进党啊；油再怎么吃，你还是要投民进党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说，基本上这几年来，尤其是戴总统执政之后，大部分争议的事情都在解决新闻。解决政治，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本身。基本上这件事情，油这件事情，其实除了油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是态度的问题。如果卓荣泰院长在第一时间
先让全国民众表达一定程度的拍摄，说啊，这案例大概不干案例哈，行政院还是有他一定的责任，我们会立刻如何跨部会。我觉得今天事情不会搞成这样，可是我怎么感觉他就是故意再一次的引起这个对立跟冲突。好，所以今天的所有作为，不幸等了瞧，下午3点这群人道歉之后，今天的傍晚晚上继续会有动作，就是为了压制明天的游戏。将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民进党的危机处理是0分。我们在军队几十年了，碰到很多意外突发状况啊，什么各种重大的事件，第一时间就是对群众、对人民公告什么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货流程、上架流程，这些很快承办人找出来画几张图表，干嘛？给老百姓看，给县市长看啊，这个油是这样子进来，经过这个制造生产程序，画几张表。目前专家在检验室检验的结果，在这个流程中，加热过程超过多久，或者它的大豆存放时间过长，产生这3个是疑点，拿去检验，检验出来第2天、第3天再公告，经过检验报告。这3个是什么？哪一个到达什么？然后现在上架的货号，这些一出来，县市政府就释疑了嘛啊，老百姓啊，这个我不能吃，那个我不能买，那个我曾经吃过。然后现在你说可以上架，请问你前面怎么发生的检验流程出来没有？没有公告。哪些流程产生这个苯评比？有没有说明？没有。你什么前面都不说，现在说专家学者的检验合格了，请问你的合格怎么来的？这个我记得赵先生前几天讲过，这个事情不是什么专业，没有高科技，台湾这个农业化学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太多了，随便找个大学实验室都有能力去检验出来，那为什么不肯讲？6月10号，下游公司就发现了。告诉3个大公司，6月30号20天之后，他才向食药署反映有这个事。今天7月24号了，还是没讲清楚，所以他的危机处理是0分。刚才余修讲得很好，他把这个意外事件当政治事件处理，政治就不是这样玩的，考虑选票，考虑民意压力，考虑明天怎么办，那没完没了了。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猜原因，这点我最不解。对，到底是不是因为巴西黄豆含水分比较高，12.5%？那进口巴西黄豆只有这一家吗？只有中联吗？其他都没有进口巴西黄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没有说，也许是程序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程序有问题。那程序有问题，那只有对这批这个黄豆程序有问题吗？哦，因为说干燥。哦，说什么0.5%放大成10%，哦，也有人说是检体搞不好都有问题，哦，那个检体是把没有问题的油来给他检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到现在为止，各种揣测，政府也没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原因，大家们猜过来猜过去，休息一下再回来。中联这个油呢，燃烧了这个差不多1个月了哈。那3大股东，中联有3大股东，泰山、福寿、福茂举行重讯记者会。泰山的董事长叫刘伟龙，福寿董事长叫洪尧坤，福茂油的董事长叫做吴新成，致歉哦。你看他们泰山、福寿、福茂，而且都上市哦，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因为发表重讯。那另外呢，这个福寿的董事长洪尧坤鞠躬道歉哦，跟大家说抱歉哦，向所有消费者、合作伙伴及社会大众道歉。那另外呢，在 Costco 又卖了一些12款的热销商品，包括即食鸡胸、蒸拌面哦，都是热卖的这个款项哦。然后呢，这个抱歉，而且呢可以办理退货。哦，今天排队在那边退货一堆哦。另外呢，因为昨天刚刚讲，除了沙拉油外，苦茶油
也发生事情了哦。所以呢，食药署下半年要启动全台湾的稽查，要专案查核高风险的油品。下半年才启动啊。那另外呢，主要这个联境行销业务这个常处长也说，因为烘焙温度没有掌握好哦。那我们这样看啊，大豆沙拉油跟苦茶油制造有什么不同？就这个嘛，一个是大豆，一个是苦茶籽哦。然后呢，先脱皮干燥，然后呢，再用油脂来溶剂萃取，然后呢，再用50到110度的油品去精炼，然后呢，高温脱臭，用230到250度哦，制成如果失控就会产生苯醛比，在这个制成里面哦。然后一个是原料储存烘干如果不好，脱臭温度控制不当都有可能。这是大豆。苦茶油它是苦茶籽，然后呢要先焙炒，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炒的温度不对，就可能产生苯醛比。然后再冷压温度是低于80度，但炒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沉淀，然后再过滤，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再变成一瓶一瓶。原料干燥过程可能被污染，焙炒这个过程也可能发生问题哦，所以过程都有可能发生问题。那当然，另外一个很荒唐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法官很荒唐哦，看不太懂。昨天那个中联厂长，检察官希望能够收押，结果呢，法官把他交保了，100万就交保了哦。那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说哈，检察官没有确实的证据说他是属于食品业者，所以呢，检察官应该举证他是食品业者哦。那所以呢，认为哦他没有这部分哦，虽然检察官认为他有犯罪，但是法官认为难以认定他有犯罪，所以给他交保哦。那他不是食品业者，他到底什么业者呢？如果他不是食品业者，中联这个厂长他在做工厂做这个油都不是食品业者，那总经理为什么要收押呢？那董事长昨天还说怀疑，检察官还怀疑有更高层，那总经理比总经理更高层什么？那不就是董事长吗？那他明明他做的东西，他怎么证明他不是食品业者？他做的就给大家油，就给大家做炒菜啊等等，他不是食品业者。那到底法官怎么样才叫食品业者呢？请问法官说明一下，怎么证明他是食品业者？不是很奇怪吗？因为检察官是用违反食安法来办他的，希望收押。法官说，检察官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是食品业者啊？哦，他只是榨个油啊，这个油是做食品吗？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北市卫生局持续追踪联境苦茶油回收情形，联境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苦茶油验出苯醛皮不合格，有问题的已经出货939瓶，目前追回700多瓶，确保架上没有问题批号产品。收到检验报告之后，确定是哪一个批次，我们当天就知道是哪一个产地哪一个农户出了问题，然后有发现就是可能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温度没有掌握好的这个状况，所以可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苯冰比。不过外界质疑，苯醛皮通常要在超过300度高温才能大量形成，但出问题的苦茶油主打低温冷压制作，只有80到100度，怎么会验出苯醛皮超标？它跟冷压初榨橄榄油不一样。冷压就是都不加热，它并没有冷压，所以它有可能加点热，使它的这个油的产能多一点。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油加热也是会产生。如果长期碰到一些苯醛皮超标的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至于周点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苯醛皮超标事件持续延烧，美式卖场好事多公布12项受影响的商品，包含鼎泰丰虾肉红油炒手、蒸拌面的香葱椒麻拌面和辣虾微面，以及普丰4款鸡肉等等。只要有购买这些批号商品的会员，都可以办理退货。佩君。我想这个725凯道游行会引起关注哦，就是我不认同说把它解读成蓝绿对决，因为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真的不满才会有这样子的社会共鸣哦。你想想看，你每天要吃饭，或者是你每天在外面采买，站在货架前的那种彷徨，
以前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多一点钱得到多一点的品质，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这样了。那你现在政府下架又再重新上架的商品，是不是真的合格？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跟安全感来源在哪里？如果当今天政府对食安的把关，还有重新上架的标准没有公信力的时候，你说再多都是枉然哦。那你想想看，一般这个上班族老百姓的生活，这个早上上班之前站在便利商店前的货架，想要选一个今天吃下去，热量高不高？这看起来已经是很末端的问题了。我能不能不要每天吃到有毒的食品，而且哪一天爆发我不自知的那种不安全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你以为的安全，其实看起来今天一场都是笑话。那现在不是只有在野党提出质疑哦，这个民众对食安的问号正在与日俱增。那我想今天包括谢国良市长、蒋万安市长、卢秀燕市长这个联合起来，他们不是这个今天这场食安风暴不是哪一个政党的胜负，这是代表人民对政府发出的警讯。食安当然不会有政治色彩之分，这个本偏比也不会因为你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然后就哪一个人的受害特别大。所有人都是消费者，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真的要诚心的希望民进党政府不要把所有对食安的质疑当成的政治攻击，所以更不要急着把力气花在替自己辩护或者替业者重新上架。他应该要赶快把真相摊在阳光下，所有不管是在党提出的、人民提出的都好，这些疑点都应该要查清楚，要把人民的不安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这些产品的回归原位放在你的重中之重，这是本末倒置，而且是非常奇怪的做法。世刚，所以这个事情不查清楚啊，一件一件爆出来，让大家对于整个食安危机啊更没有信心。而且对于这些业者来说，我相信这个苦茶油这一阵子就完全，这个产品这一阵子就完全垮掉了，要重新建立信心，要等到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政府是有责任把事情搞清楚。就算说，这制程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本田比，你也告诉大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我们能不能透过其他的，比如说改善设备或制程方式的改变，不要产生这样的元素？这其实第一时间就可以跟大家讲清楚。而且以我们的技术能力来说，这不要搞清楚，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啊。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啊，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最高技术。以我们现在对于食品安全的掌握技术，还有这些食品制成成本来说，我们很快都会知道答案。但我们就搞不懂为什么1个月来一直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然后说这个不要政治操作，但是到前天为止还在政治操作，还要把所有问题推给卢秀燕，好，企图再制造去年那个非洲猪瘟的那个效应，然后今天还找这个一些台中的绿友友们出来指责卢秀燕说，为什么不好好在台中视察，为什么要去串联？中央这个月在干嘛呢？好，到刚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游行啊，坦白讲是民进党自己制造出来的啦。本来这件事情要烧起大家的民意的怒火，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烧，温温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像顶新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有个具体的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又发生后来的地沟油事件，两个连在一起。那这个呢是一个大家本田比是很多人第一次听过的东西，然后它不具体。他没有个具体的形象说，我这个人是本扁体，我要把他打倒。所以本来刚开始很难烧，但是一连串政府的一些傲慢啊、不认错啦、政治操作，才引起大家的怒火。主要是因为没有现在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大家看到死了，因为这个它是慢慢累积的。对，慢慢累积，不是一下子就会死人。但是呢，这些东西以后大概都吃了。对吧？在身体里面累积，而且你吃的这个，这个肯定没有超标，那个没有超标，那个没有超标，更何况这还超标了，加在一起超标，就麻烦了。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政府还一直没有回答，就赵先生一开始就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也并不只有中联这三家出资的福茂、福寿、泰山，他们出资的油脂公司，我们还有大统益，对不对啊？我们还有台糖，这3家。如果说今天呢，中联呢，就是因为他把那个黄豆的那个热损率提高了10倍，所以在这个制程中产生了超标的本田比，那其他的真的都没有事情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台糖
台糖当时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去自主下架呢？好，那其他的这个制油的这个公司，它的过程都如此的万无一失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这个苦茶油，所以让大家知道说，哦。你虽然不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的，也因为这件事情啦哈，理解到就是说啊，黄豆啦什么，它的制油的过程不一样。你苦茶油也因为你的苦茶籽啊，在这个烘烤的这个过程之中，它因为它也是会有热，好，所以它也会超标。那我们每一天，我们除非就真的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位专家所说的啊，这个夏诗明所说的，我们都吃清蒸。水煮，哈，喝水，对，吃蔬菜，喝水不行哦，大量喝水不行哈，就是说，当然喝水是错的哈啊，就是如果说要代谢油的话是错的，那我们只能吃蔬菜蔬果，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心里面的很大的一个问号嘛。而且这几天呢，其实大家不断的在提，包括这个蒋万安市长呢，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癌症的比例哈，因为癌症而致死的比例，它其实是在升高的哈。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发生了多少食安的问题、塑化剂的问题、地沟油的问题，好，到这一次呢，苯醛比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呢，你都存在着如此多。导致你身体可能长期不健康什么的，癌的这个因素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政府可以如此用这样子傲慢轻忽的态度呢？一直把问题的焦点呢，要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这个身上，到昨天都还一直在讲，而且我觉得石崇良部长非常的令人失望，这个。他在担任这个卫福部部长之前的时候，也是一个也相当有名声的，觉得专业各方面都很有水准的医师，然后这个专家，他竟然会说出来说，因为你台中市政府，你过去呢只检验了1次啊，你看其他谁检验了多少次？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说从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民进党的秘书长讲出来也就罢了，你很清楚啊，你知道是因为中央跟地方的联合抽查只有1次，可是台中市政府他抽了18次，你为什么不说呢？哦，就说为什么要用政治操作，到这个时候还要去转移卫福部应该负担的这个责任，跟我们应该承担起来，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你政府是不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把话说清楚、讲明白，没有把责任查清楚，一直在想要解决的都是如何的转移这个问题，把你自己的责任卸掉。这样子的一个执政党，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样子的一个卫福部部长，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院长，太令人失望了。刚刚讲说台中市府到底抽了多少次，我也去查了哈。抽查1次，但是呢，定期检查17次，对，这一共18次都有检查苯醛比，而且它不是只查中联啊。它下面的泰山、福寿、福茂也去检查，也有检查，也都检查了苯醛比，并不是没有检查。那另外呢，大家一定如果有，当然最好不要有了。如果有亲友啊、朋友啊住院等等，都发现现在住院很困难，都塞在那个急诊室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住院的病人有1/3到1半都是癌症病人，都已经躺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一般人要住院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癌症病人？有没有去想想它的原因？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行政院拍板，宜兰高铁要花将近4000亿哈，但是有争议，因为环境影响评估的诉愿还在进行，哦，所以呢，这个花了这个将近4000亿，最快2029年动工，哦，所以将来呢，这个台湾有4个90分钟环岛哦，把它串起来，所以呢，这是宜兰是很重要的这个一环啊。那从南港一路走哦，然后呢走到这个宜兰的新的车站。那在五节，所以大家会觉得五节哦，这那么远啊、哦，那转乘很麻烦了，所以会不会变成所谓蚊子车厢、蚊子段？因为到底能不能这个疏解国五的拥塞水隧那个地方？到了假日，雪隧的确是很拥塞啊、哦。那如果说这个只行程这个快了20几分钟，
但是你将来到了宜兰以后，转车又转了半天，那搞了半天他会算呢，那但是没有节省时间呢，那交通部前部长贺陈旦说，这是在选前强推宜兰高铁，所以行政院到底有什么权谋的考虑？这是民进党的人哦，或者后来陈水扁用的人哦，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考卷没写完就核定？所以呢，监督联盟也说不尊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已经看到土地炒作的迹象。就五节那个地方，在那新的车站是不是会炒作？大家在怀疑哈。那吴宗宪说呢，要防炒地皮，要保护环境，要2029年动工。因为现在大家为了选举，都觉得说，反正花4000亿就花4000亿，有什么了不起呢？钱不是我的钱，赶快盖起来比较重要哦。那另外呢，说怕到时候没人搭这个高铁了啊。那另外张景生说本人没有办法认同卓荣泰为了选举利多，核定将近4000亿的预算盖一条没有用的盲肠高铁，宣布退出民进党。这很大的一件事情了。张景生为了一个公共政策，说将来有7大瑕疵，可行研究太短了，6个月就送环评客观这个评估也没有，而且呢，高铁只比台铁快5分钟，经费暴增2300亿，整体效益80%来自私人利益，不具公共性，私人炒地皮了然后呢，程序粗糙忽视民意，然后呢，经济发展也没有什么效益所以呢，很多民进党前大官都反对，而且呢，同样高铁延伸，为什么屏东就不延呢？屏东说等很久不延，那为什么这个延到这个宜兰呢？我们看一下。高铁宜兰站呢，未来会跟台铁的这个新设的这个新站呢，也会来做一个所谓的共构来做转乘，也就是已经降低了转乘不便的疑虑。政院拍板高铁延伸宜兰计划，路线全长60.6公里，南港到宜兰只要28分钟，总经费3521.75亿，核定后11年完工通车。但路线怎么走？从高铁南港站往东，绕开翡翠水库集水区，经过汐止、平溪、双溪、贡寮，再进到头城、礁溪，会在宜兰设置一座车站。但当初也在讨论的直铁去哪了？每1个小时大概只能够发最多到11班到12班。那么我们新盖了一条新的直铁之后，这个源头仍然是11班到12班。那么等于说，新的直铁要跟旧的宜兰线呢来抢班次。先是宜兰线速度受限，再来是树林到七堵容量瓶颈，难增开班次，再加上公路台2、台9路线弯绕，国5又长期拥塞，最终才决定高铁东移。而高铁回应新建成本将由政府负担，愿意配合，同时也不影响西部营运还有发展。希望能够打造4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路网。东西部的这样的一个轨道路网呢，事实上存在相当的一个效能落差，已经达成了台北到高雄90分钟，高雄到台东90分钟，只是预计9月启动综合规划。至于华东双轨的通车计划，也在陆续实施中。喊出4个90分钟，要让路网更完善，缩短交通时间，落实环岛1日生活圈。舅兄，我想这个是国土均能发展，我们都支持。但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一题非常严肃几个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包含了贺陈旦部长、张景生前政委，还有吴哲成工程会主委，这个各个在绿营执政时期是头角峥嵘、骁勇善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一直直言极谏，就在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甚至是你看贺陈旦部长曾经讲过。他说：“这个计划本来是2019年的台铁南港到花莲的提速改善，就是北宜直铁。后来风向一变，既然变成高铁延伸到宜兰，他痛陈他说17页的文字价值3521亿，1页台币200亿，1页台币200亿。所以你看到，基于这些虽然是绿营的高官，可是中间还有点良知。看到张景生这，你可以不喜欢张景生。”但是他今天也讲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这根本就胡闹这根本就是为了选钱，为了替宜兰县这个民进党提名的这个新潮流的候选人做利多，然后硬推。可是各位知道吗？民进党是惯犯。为什么讲是惯犯？其实民进党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各位还记得基隆轻轨吗？在2017年，这个小英总统亲自到基隆宣布，基隆就即将要有轻轨，只有7稿8稿。现在核定到2026年的预算是当年他讲的80亿的15倍，15倍
然后基隆轻轨呢戏演不下去，变成基隆捷运。可是大家都知道，基隆轻轨或基隆捷运没有基隆，它只到八堵，然后赔得不省人事。更要求过的是，换了市长之后，换了谢国良市长之后，既然大砍补助款，林右昌市长时代答应的，大家兴高采烈去，结果到了谢国良当市长的时候，领导的代志，你往你中国国民党执政，我就是硬生生少11亿，你基隆市政府你自己回家想办法。所以我觉得没有良心呐、说实话，国土军人当然可以讨论呐，可是你看到这些头角争龙的高官都站出来，我就想问左荣泰，你到底在干什么？南京，我想刚才这个余秀秘书长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啊，特别是因为这个贺陈旦部长啊，他是一篇又一篇的哈，一直在痛陈这件事情，而且他讲得非常的重哈，有何权谋考量。那我从这个专业上面呢，一直在阻挡这个案子。然后张景森呢，他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心，就说你搞了个宜兰高铁，你只比这个台铁快5分钟，哈，那到底是在干什么哈？可是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它就是选举的案子哈，所以呢，没有一个敢反对哈。我相信呢，国民党提名的这个吴宗宪委员呢，也很为难哈。他只能说要防炒地皮了。对，所以说呢，宗宪就是说，哎，我是防这个炒地皮啊，然后在过程中呢，一定是严格监督等等。因为对于宜兰的民众来说的话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希望有一条能够是到宜兰的一个高铁。但是他现在到5节就很奇怪了。对，没错。但是呢，想象的都很美好。我们从过去呢，高铁的历程，它就是会一再的不停的复制同样的一个戏码了啊。当时台中的选的站为什么在乌日？哈，然后呢，那沿途的，然后这个机场机捷也是，机捷哇，沿途要设这么多的站哈，其实就是它的沿线就在炒地皮嘛哈。如果说呢，纯粹是要用这个机场的捷运的方便的话，几站就到了啊。香港的那个机捷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它几站哈就到了重点的地方，它才能够发挥机捷的目的。可是机捷我们就是它某种程度，对它某种程度的就是替代了林口啊新北市啊，有很多的地方的交通上面的需要嘛哈。宜兰也是哈，就是宜兰它这个规划，它为什么到5节呢？然后呢，对于宜兰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因为他在他还没有来临之前的想象都会很美好，可是呢，他这个话题呢，他也不是今天现在是定案之前的时候，他那个画只要一画出来那个路线，那个地价就炒一波又一波，炒一波又一波，所以民进党在操作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熟门熟路了啦。但是在这个档口上面呢，就会造成一个政治上很大的一个困难，没有候选人敢反对。休息一下再回来。哎呀，高雄2个月里面3个渔港污染，6月21号。这个污染黄色液体，7月18号小港那边又有污染，然后呢7月23号又发生污染，看到没有哈？说呢前镇渔港变成黑海，市政府说要抓那说为什么呢？严重废油污染，海洋局几个小时都清不完，你看这个像个港吗？像个垃圾场一样，也找不到到底谁。前镇渔港花了几十亿元改造，那怎么会这样子？那另外呢后劲溪。昨天我们也看过，你看看5吨啊，5000公斤的鱼的尸体啊！哎呦，在地人臭死了。当时韩国瑜的时候，650公斤爱河就被人家骂得个要死，现在5000公斤，变成了鱼的这个地狱。所以呢，现在原来是说天太热，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水里面的溶氧量的问题。溶氧呢为什么有问题？第一个就是污染物把氧气吸光了，所以鱼就没有氧气了，跟鱼竞争水里面的溶氧。另外一种呢，就是真的污染油啊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说抓到5个业者，只有这5个业者吗？我也很怀疑所以呢，先推给高温，说温的太高，
后来说高温不可能造成这样，也不是今天是高温，也不是只有你后劲溪有高温啊，有5家有问题，所以呢说暴露了高雄市政府治理非常草率。我们看一下。清洁人员正在渔港边拿着捞网，正在清理浮在海面上这些棉片，就是因为在高雄前镇渔港传出有严重的废油污事件，海面上呈现一片黑色混浊，还看到有保特瓶等废弃物漂流在海面上。目前已经是由市府海洋局从这23号的上午8点获报，目前了解这污染范围大约是300平方公尺，粗估有50公升的油污量。目前其实已经委由这些委外的清洁包商动员人力，还有利用除污资材，先以吸油棉锁控制范围，再以棉片来清除，持续来进行清除的作业。现场也进行水样采证，如果查到有涉嫌排放废油污的，将会最高裁处50万元罚锾。来，将军，这个污染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很长时间存在。其实真正就是在地方政府的监管单位认不认真。我相信，不管前镇渔港、后劲溪，民众第一时间一定反应，因为影响我的生活了。我们在营区周边经常发生这种事，哇，那个死鱼包出来那臭的，你没有办法生活，门窗关起来都没有，那味道是渗进来的，那直接影响民众的。我相信民众第一时间就反应了，你环保单位、卫生单位如何去处置？所以我就回到前面讲的无人机，这个是很便宜。我在街上，我上过无人机的课，最简单那种不用考执照的，2000多块一部，我大概4小时就学会了，就几十公尺这样飞一飞。你就可以掌握这些的源头了，抓到底怎么回事？对，你就跟着飞过去就找到了。所以这是政府应作为而不作为，没有那么难。你说这个前镇渔港的渔船调监视器，昨天晚上有多少艘停泊在这个渔港？每一艘船去检查，很快就查出来了。要我来干这个事儿，几小时就查到了。后劲溪这个非常非常容易查，从鱼尸体的位置开始往上溯源，有多少家化学工厂，水质检验过就知道可能是哪几种水质产生的，往上一查，电脑上都可以查出一半来，再到现场查访，说3、5天、1个礼拜没有消息，那是不作为。你作为了也会发现，哎呀，那是我的施政缺失。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野党的议员要好好协助在地的百姓。把它查出来，这就是一个利多，就是政府应作为而不作为。开始还想推给天气了，对，佩君。我想这个今年不是后劲溪今年才出现，天气也不是今年特别热，所以当这个鱼暴毙的数量异于往年的时候，高雄市政府自己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去查出原因。可是不是，是这个海量造成恶臭，造成民怨之后，才决定去查。一查很尴尬，这个污染还不是一家，一查5家。那你相信只有5家吗？再来是5家，只有这几天才排污吗？不是嘛？这一定是长期的问题，污染不会是一天就造成。所以这个高雄市政府这一次借由这个死鱼事件，应该要痛定思痛。高雄本来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它长期承担了全国的这个工业发展的责任，所以本来高雄市政府就应该要建立比其他城市更严格的污染管理标准了。因为高雄市民承担的环境风险就比其他的地方来得高嘛。那高雄市政府现在需要真的不是说一次出现危机我就来收拾一次，是一整套完整的环境治理机制，否则你明年再发生，你又赖给天气吗？那现在不就尴尬了吗？就是你常年做这个该做的排废稽查没有落实嘛。余秀兄，我想第一个是这样啊，这个都有美浓大峡谷了，所以有渔港污染哈，对高雄市政府来讲一点也不意外。我就公开讲，这绝对不是第一天卖修片。好，如果那里都能够一个坑，然后这里就能够搞成这样，这里面最让人家觉得不是愤怒叫悲伤哦。各位知道前镇渔港，我记得2019年韩国瑜还在当市长的时候，他只不过要整修一个渔港。结果中央是要5毛给100块，哇！你看苏贞昌院长讲的霸气十足，不是几十亿，是81亿啊，81亿啊！那还顺便教训了台湾人民说，闹假鱼歪鱼杠好，哇的不干呢，80几亿个，不是81块，
然后呢，回头还笑韩国瑜说：“你看我多霸气，我建设不分党派，我砸了80亿，前阵旗舰渔港吃鱼，哪有不顾渔港了？那顺便酸我们。结果也只不过几年的光景，2019年，今年2026年嘛，7年过去，不是前清时代，不是清康熙年间哦，整个渔港就搞成这样，好，所以我觉得城市治理哈，一看就知道。我再度强调，如果有美浓大峡谷哈，有这个渔港。污染成这样，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其实9合1选举啊，选的是6都啊，然后县市首长，然后这个议员啊等等哈。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很特别，它像高雄、台南哈，它好像从来这个城市治理呢都不是一个决定选举胜败的一个关键。就说民众为什么会去宠这个政治人物啊，宠到那种就是说你治理的再烂啊，高雄呢你再淹水再淹的怎么样哈，然后呢你像这个不管是美浓大峡谷或是后进这个鱼尸啊尸体的尸的问题，只要呢到时候呢民进党的钱一撒下去，然后呢来强调一些啊这个高雄人啊就台湾啊挺什么民主圣地啊什么各种各样理由一出来之后呢，就大批的这个旗帜呢，就还是被这个民进党呢绑架去啊。我觉得民众呢总是要在这些的关键的选举之上，要用选票呢告诉这些不管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这个首长也好，你治理能力太差，治理能力不行，他就该下台。志刚，我觉得就是长期的监督不足啦。然后监督力量在高雄市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你看这件事情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但白乔一 PO 到脸书之后，就是台北就我们的国民党议员白乔才获得舆论广泛的关注。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大家都会没感觉？还是说当地的媒体很多事情就爆不出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新闻呢做大。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也快到，大家不要去考虑什么南部基本盘的问题，就是一般人想一想，这样的政府是不是要去换一批人来去做一些基础建设重新检视？我这几天碰到一个高雄的中小企业主，他讲啊，其实他在接触到高雄是一般选民，没有什么蓝绿的，他都很希望这次换一换，倒不是说不喜欢赖瑞柔或陈其迈做的好不好，而是说大家想要换另外。